这个单元要谈一谈婚姻中养育子女的问题。夫妻决定是否要有孩子，常常要考虑许多的因素，譬如说个人的感受、个人的需求、家庭的延伸，以及享受子女的陪伴等等的议题。考虑是否要养育孩子的时候，也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包括生活费用的提高，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对单亲家庭来讲，这样的挑战也就更大了。我们在研究当中发现，养育子女的花费常常因为家庭的收入的多寡而有所不同。收入越多的家庭，花费在子女养育上的经费也相对的越高。这反映出来，父母亲若是有能力的时候，是希望尽心尽力的来养育自己的子女的。生不生孩子不只是夫妻共同的课题，也成了国安问题。台湾去年诞生了 18.1 万个新生儿，创下8年来新低纪录，也是史上生的第二少。台湾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台湾的生育率只有 1.1%， 可以说是在全球敬陪末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根据 YES123 所做的调查，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怕钱赚得不够多，没有办法生养小孩；第二个是房价太高，没有办法买房子给小孩一个家；第三个呢，则是工时太长，没有办法陪伴小孩成长。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不生育孩子，其中有很多是个人的选择，也有一些是因为经济的因素，或者是不孕的原因等等。没有小孩的夫妻有更高的婚姻满意程度，也有更高的自由度以及生活的水准。对女性而言，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经济条件，往往增加了女性决定不要养育子女的可能性，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女性则有比较高的可能性做出养育子女的决定。对男性而言，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的因素，都无法预测男性是否要养育子女。不过，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观念会让男性提高养育子女的可能性。在美国，夫妻通常不倾向养育太多的孩子。1970年之后，由于女性进入就业的市场，提高教育的程度，也有许多的女性是晚婚的，想要建立自己的事业之后，再决定生育子女的可能。因此，延后生育变成是一个普遍常见的现象。生第一胎的女性平均年龄逐渐的提高，因此形成了年纪较长的女性成为母亲，以及在这样的一种延后的情况，对母亲的角色是否更为有利的探讨。我们研究发现，年纪稍微较长的女性成为母亲的时候，是会愿意多花时间陪孩子，并且更加的温暖亲切，更会注意孩子的状况。因此，虽然女性的生育年龄往后提升，但是对于子女的教养却可能是一个正向的因素。而较长的男性成为父亲的时候，也会投入父亲的角色较多，在照顾学龄前的儿童的身上所花的时间，30多岁成为父亲的男性比20多岁成为父亲的男性所投注的时间往往是3倍以上。因为社会的态度的支持，现在有非常多的男性投注于养育子女的工作上头，他们所投注的时间跟心力明显的提高。因此，对许多成年人男性而言，做父亲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重心。
而且养育子女的技能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大部分的男性是要透过后天的学习，这样的一种趋势是一个世代的趋势。另外一方面，家中若是有1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大约有70%是职业妇女的，她们一般而言仍然要承担包揽下大部分的育儿的工作。而这个趋势虽然有因为男性的投入有些许的减缓，但是仍然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女性的身上。因此，夫妻如果决定要养育子女的时候，所考量的各方面的因素会决定他们在何时何种情况来养育他们的子女，以及要养育几个孩子。这些问题成为非常重要的时代的一个议题。以上我们看到许多决定婚姻中是否要养育子女的各种因素。当夫妻觉得他们要做养育子女的决定的时候，他们要考量许多本身在婚姻当中的条件，以及在何时要生几个孩子，在什么样的情况跟条件之下养育他们的子女。这些议题都是我们现代婚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也跟世代的延续相关的重要的议题。